一部28集的超英动画，开播后口碑逆天，血腥到少儿不宜。作者罗伯特·科克曼你可能不太熟悉，但他创作的《行尸走肉》系列你绝对听说过。本作的配音阵容更是令人发指，行尸走肉的格伦、托比蜘蛛侠的吉吉吉、正联闪艾兹拉·米勒等等。话不多说，正片开始。两名保镖在白宫门前聊着下周将开始的反超人类入侵训练。本任保镖史蒂夫表现得心不在焉，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养子身上。孩子受了太多的苦，夫妻俩打算带他外出度假1周。地面突然传来震动，吓跑了附近的行人。强烈的震动让他们摔倒在地，两双巨手从地下伸了出来，两个蓝色巨人莫勒双子破土而出，他们的目的是刺杀总统。白宫的机枪防御被他们轻松化解。眼看史蒂夫就要领盒饭，全副武装的全球护卫7人队及时赶到。为首的再生侠分工明确，由他和战女负责对付敌人，其他5人赤素、绿鬼、暗翼、海王、火星侠负责疏散群众，加上最强超英全能侠诺兰的助阵，摩勒双子的刺杀以失败告终。全能侠助阵打败反派的事儿很快上了电视。妻子黛比向儿子马克抱怨，今天早上全家又不能一起吃早饭了。白宫现在1年修2次，不是在拆迁就是在被拆迁的路上。他怀疑总统都已经不在那儿了。正说着呢，诺兰飞了回来，黛比顿时转怒为喜，两口子在马克面前疯狂撒狗粮。马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背起书包就要去上学。看到天上飞过的父亲，他也幻想着能一飞冲天。结果不光徒劳无功，还被路过的同学当成了智障。不甘心的他还想着见义勇为来觉醒超能力。学校里他打断了正在骚扰女同学安博的托德，换来的只有对方的暴躁，还是安博一记撩阴腿才化解了尴尬。晚上在汉堡超市打工完时，马克将一袋垃圾扔上了天，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超能力觉醒了，于是他将事情告诉了父母。诺兰听完表示明天早上6点会亲自测试。躺在床上，马克想起小时候父亲告诉自己身份的那晚，他是来自维特鲁姆星球的人，那里的一切都跟地球相似，族人成年时都会离开母星开启冒险模式。他就是那时来到了地球，并且遇到了妻子，生下了马克。再过几年，马克也能像自己一样拥有超能力。想到自己将来能和父亲一样飞行，马克迫不及待地试了试，却因为不熟悉要领摔在了地上。时间很快来到6点，诺兰准时叫儿子起床。试飞过程中，他猜到了马克的黑眼圈从何而来。降落后，父子俩玩起了小拳拳捶你胸口的训练。Your hips and your legs as well. It'll be much more powerful. Good. But try it a little more like this. 诺兰没有控制好力道，给儿子来了一记扎心拳。回到家，黛比眼就看出了丈夫的反常。犹豫过后，诺兰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面对。如果儿子没有超能力，他们的生活也许能简单些。在学校被恶霸揍，在家里被亲爹揍，马克的心情非常不爽，他迫切需要找个人揍一顿发泄一下。他穿上简陋的装备，开始在城市寻找合适的目标。裹着石头外衣的抢劫犯成了他的实验品。诺兰赶来，楼顶上父子俩交心 talk 后，他们来到了一家裁缝店。店长亚特是诺兰的朋友，想要当超级英雄就不能穿睡衣到处走啊。亚特说自己可以免费为马克设计战衣，但马克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暗翼的黑披风，赤速奔跑时的红色闪电。 I'm scared, Dad. What if I can't do this? Were you nervous? A little. But you caught it. It's okay to be scared. It's natural to doubt yourself. But if you can push through that, and you'll do just fine. You think you can do that, Mark? You actually are invincible. How can I possibly live up to all that? You don't have to be the greatest Omni-Man ever. You just have to be
the greatest you。在母亲和父亲的轮番套课鼓励下，马克想好了自己的特色，在新战衣加持下，无敌少侠诞生。当晚，分散各地的全球护卫队员先后收到了警报，七人组聚集后才发现发出警报的另有其人，但为时已晚。诺兰突然出手攻击他们，一番血战过后，护卫队不敌，相继惨死全能侠手中。Oh no。诺兰也身负重伤，晕倒在地。不久后，全球防御局赶来收了尸，救走了唯一生还的全能侠。看着惨烈的现场，局长西塞尔爆了粗口。随后，他派人通知了马克母子，母子俩心急如焚地赶到五角大楼，看到了躺在床上昏睡的诺兰。西塞尔向他们说明了情况，表示一定会将事情查清楚。这时，旁边的下属唐纳德接到消息，市中心遇袭，对方有重型武器。马克换上战衣赶到，看到了震惊的一幕：大批装备精良的外星人正源源不断地从传送门中走出来，不少平民惨死枪口下，警察完全不是对手。马克冲上去救人，但首次直面血腥的画面让他慌乱不已。就在他要领盒饭时，另一支4人超英团队少侠队赶到，在队长机器人的指挥下，成员原子女侠伊芙、分身人凯特、炸弹雷克斯各显神通。在伊芙的掩护下，马克先将伤者送去了医院。外星人不适宜在地球久待的弱点逐渐暴露，他们最终选择了战略性撤退。伤者被安置好后，马克跪在父亲的床前痛哭。他想跟父亲一样伟大，可今天的状态明显不对。到学校后，他还是闷闷不乐。好友威廉安慰他，无论发生什么，做兄弟的永远会帮你。看到一旁的伊芙后，马克顿时清醒，他表示要单独跟他 talk。 威廉很识趣的离开，他可不想当电灯泡啊。马克对昨天的事情表示了感谢，两人边走边聊。他们离开的背影被安博看在眼里。楼顶上，经过伊芙的开导，马克的心情恢复了正常。伊芙告诉他，下课后我带你去见我们的团队。西塞尔对少侠队打退外星人的行动并不满意，这次行动有338个无辜平民遇害，而对方也只是暂时撤退。机器人告诉他那群自称弗拉克森人的家伙的特点，他们下次再来只需要疏散受袭区域，等到他们快速衰老死亡。西塞尔将话题转移到马克身上，机器人觉得他有前途，但现在更现实的方面还没有准备好。西塞尔告诉他务必要尽快训练好马克，他们需要他。说完，他就回到了护卫队遇害的现场，现场的监控全部被破坏，目前还是一无所获。喝退所有人后，西塞尔朝空气喊了一嗓子。隐身在暗处的恶魔侦探达米恩现身，拥有恶魔法术的他通过现场残留的血肉还原了护卫队遇害的场景。西塞尔将调查的重任甩给了他，然后扭头就走。放学后，马克二人来到了少侠队的基地，看到伊芙和雷克斯是一对，马克有些失望。寒暄完，机器人开始说弗拉克森人的事儿，他们的维度、时间速率远快于地球，他们已经做了警报器。考虑到现在护卫队遇害，他希望马克能加入他们。马克爽快地答应下来。警报器很快就发现了弗拉克森人的踪迹。马克和少侠队赶到，这次敌人带来了更强的火力。雷克斯注意到他们根本没有衰老的迹象，机器人认为他们肯定是掌握了某种抑制衰老的技术，即便如此，还是得应战。5人组相继败下阵来。就在伊芙要被首领杀死时，马克爆发了，他挣脱束缚，将首领暴揍一顿，救下了伊芙。首领的手环被打坏，他很快就开始衰老。机器人制定好战术，他让大家集中毁掉敌人的手环。局势逆转，弗拉克森人再次被击退。雷克斯刚刚调侃了马克几句，马克就接到电话，父亲醒了。他立刻赶回五角大楼，紧紧抱住了父亲。诺兰虽然没有完全康复，但已经可以出院回家。
他告诉前台负责人，自己必须拿回战衣，哪怕他鲜血淋漓。几天后，希塞尔找到正在训练的马克父子，15分钟后，竟有外敌从外太空入侵。马克自告奋勇前去阻止对方。太空里，两人不由分说打了起来。最后，马克提议，要不我们 talk 一下。I don't even know who you are. Oh, you don't? 我还没做自我介绍呢。对方觉得很有道理啊，于是他们以石为凳聊了起来。对方自称是星球联盟的评定官阿伦，负责去各个星球查看情况，确保不会遭遇外敌入侵。马克所在的这颗土野球就在他的评定项目上。马克一阵无语，兄弟，这是地球，不是土野球。阿伦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一切都是误会。握手言和后，他们各自离开。隔天，不死心的弗拉克森人再次卷土重来，机器人检测到他们的技术又升级了，这次毫无胜算。保险起见，他想让希塞尔用遇事不决、和平解决的特色战术。这个建议刚出口就被马克否决，他不能容忍殃及无辜的行为。五人组冲上去和他们再次打了起来。有装甲傍身的首领压制住了马克，将他一顿毒打。关键时刻还是亲爹诺兰救场才靠谱。敌人的子弹对他毫无伤害，他单方面开启了屠杀模式，很快就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诺兰将首领扔回了传送门，自己却没来得及离开，这让马克担心不已。回到家，听说情况后，黛比表现得很淡定。这种事情对全能侠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他觉得诺兰此刻应该在跟对方和平谈判。弗拉克森人对此表示，我信你个大头鬼呀！伴随着战歌响起，诺兰继续开启屠杀模式。弗兰克森星被他一己之力彻底毁灭。刚回到家，电视上就播报了护卫队全体遇害的新闻。葬礼上，诺兰以沉痛的语气说了悼词，私人已逝，未来的地球安全将由他和他的同类继续守护。人群散场后，诺兰发现了不请自来的达米恩。达米恩并不相信诺兰醒来后的那套说辞，什么黑暗中被人袭击就不省人事了，很扯的借口啊！他话里有话地告诉诺兰，这件事情的真相他会查清楚的。另一边，希塞尔跟机器人交谈，他希望他能来全球防御局工作，帮自己打造新的全球护卫队。全能侠虽然是最适合的人选，但他太我行我素，保险起见，他已经让唐纳德去监听马克一家的动静。回到家，马克仍然有些郁郁寡欢，看到旁边写着安博电话号码的纸条后，他拨了过去。成熟的安博把马克撩得面红耳赤，他们约好了一起学习。另一边，回到基地的伊芙发现了雷克斯的奸情，他正在和凯特的2个分身一起玩着3人行的游戏，他顿时觉得头顶绿油油的，加上雷克斯的狡辩，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五角大楼内，新护卫队的人员选拔工作开始，几轮测试下来，机器人当众公布了入围者：黑三孙、收缩人雷伊、凯特、雷克斯、伊芙。念到野兽女孩时，雷克斯取笑她还是个小孩子，妹子顿时进入野兽模式，将她狠狠修理了一顿。争斗平息后，伊芙拒绝了入队，他不能接受雷克斯、凯特与自己同队。接下来，机器人提出了训练的要求，过于苛刻的要求引起了队员们的不满，他们一个个离席抗议。这一切都被暗戳的诺兰看在眼里。马克的学习约会刚开始，希塞尔就打断了他们。他告诉马克，想当超英就得随叫随到，其他的私人时间必须全部放弃。鉴于全能侠在千里之外打怪，新护卫队又乱哄哄的，他需要马克和伊芙合作，前去阻止破坏历史遗迹的地震博士。无奈下，马克只能向安博编了个蹩脚的借口。经过一番苦战，危机解除。固执的地震博士拒绝了他们的帮助，选择坠入岩浆自杀。马克赶回家后，刚好和老爹碰面。得知情况后，诺兰说，这就是超英的现实生活，他们身上的责任远超一般人。晚上，想要弥补过失的雷克斯放起了烟花，吸引了伊芙的注意。
但伊芙明显不能接受男友劈腿的事实，直接拒绝了他复合的请求。她飞到马克家想要寻求安慰，却透过窗户看到马克正在和安博在床上亲热，默默祝福后，他再次离开。与此同时，一座监狱内，机器人放走了被关押的莫勒双子。莫勒本尊以牺牲克隆体兄弟为代价，成功逃走。另一边，达米恩偷偷来到诺兰家，他向黛比说出了自己的猜测：杀害护卫队的就是诺兰。现场所有的疑点都指向那一个唯一的幸存者，不可能是巧合。当诺兰听到动静赶来时，他已经消失无踪。早上，父子俩出门训练，黛比找来了吃素的女友奥利加，谈起这件事儿。他仍然相信西塞尔那边能查出真相，但奥利加却已经看透了政府虚伪的嘴脸。他认为政府早就知道凶手是谁，但却刻意掩盖。就算是超英也会撒谎，别说是他们了。这一番话下来，让黛比内心产生了动摇。晚上回到家，他启用隐私浏览模式搜索了达米安的资料，其中也写着他的推断永远是正确的。这时，外出了一整天训练的父子俩回到了家。马克一边说着今天横跨了6个时区，一边准备上楼洗澡换衣服。安博约了他一会儿外出，诺兰知道这是年轻情侣间的潜台词。他示意黛比，我们也可以外出。可黛比哪有心情啊？他以要帮奥利加卖房子为由推脱了。他的态度让诺兰起了疑心，他很快就猜测到是达米恩所为。他来到了对方的事务所，警告了几句，想让对方知难而退。但达米恩告诉他，真相迟早有曝光的那天。不信的话，大家拭目以待。约完会回到家，马克看到了父母和西塞尔都板着脸。西塞尔说，航空航天局准备启动第一次火星载人探测任务。他原本想让诺兰帮忙把关，但遭到了拒绝。老子不行，那就儿子顶缸吧。在黛比的努力下，马克决定接下这趟任务。为此旷课半个月也没有事，反正家里有人。回到监控屋，塔纳德有些疑惑。他们本想让诺兰离开地球，这样在不引起他怀疑的情况下才能继续调查。希塞尔解释说，现在更重要的是检验马克是善是恶。虽然接下来任务，但马克还没有想好怎么跟安博解释。他本想求助伊芙，但他有一堆烦心事儿。临走前，他告诉马克，如果跟安博说出实情，事情就会变得不可控。他希望他对安博的感情是认真的。在火箭发射前1分钟，马克才鼓起勇气见了安博。他谎称要去沙漠当志愿者，需要离开2周。吻别后，马克及时追上了火箭。希塞尔告诉他，这次任务是既要防范火星人的突袭，也要确保宇航员的安全。在火星着陆后，4名宇航员开始了探测任务。躲在暗处观察的马克百无聊赖，翻起了安博的照片，直到手机没电关机。他本想偷摸进火箭里找充电器，却发现宇航员们都离奇失踪了。他急忙顺着足迹追了过去，在干翻几只乌贼犬后，找到了火星人的地下暗道，被4名火星侍卫带到了大帝面前。大帝说，他抓走了4名宇航员是为了保护火星。乌贼犬在火星上泛滥成灾，一旦让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宿主融合，他们就能批量集结，将火星毁灭，并危害地球。火星人的变形能力让他们暂时没有得逞，但作为地球人的4名宇航员却不能留下，不然后患无穷。马克一听，既然讲道理不行，那就开打吧。他强行将宇航员全部救出，看到他们安全离开后，又顺走了一块火星的石头，作为给安博的礼物。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其中1名宇航员已经被调包。乌贼犬以这名宇航员为宿主，集结大军，瞬间包围了火星。地球上，达米恩趁诺兰夫妇外出度假时偷偷潜入，却被希塞尔抓了个正着。希塞尔告诉他，在搜查他办公室时发现了大量的血迹，不用猜都知道那是护卫队的血，目的是栽赃嫁祸。希塞尔对此心知肚明，眼下他必须处理到达米恩。宽敞的办公室里，他开始了驱魔仪式。在没有查清真相以及找到阻止诺兰的方法前，他必须维持眼下不明朗的现状。伴随着一阵狂风，达米恩被几条铁链拴住，拖回了地狱。另一边，机器人带着偷偷采集到的雷克斯的血，跪拜在一个培养皿前，里面还有一个未成型的婴儿。他看着婴儿，喃喃自语：第一阶段总算要开始了。我是瓜皮儿，下期见。